种。你不是猫就是狗，天生就很粘人，或是傲慢冷漠。但你出现之后，我变得不了解我。本来过得好好，为何你来挑拨？原谅我不知不觉爱上你，白天想你，夜晚又 see you in my dream。谁说一定要谁同意才能和你手牵手环游宇宙？有你世界不单调，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，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了。人的爱分两种，有人给多也有人给少，但你出现之后，我变得不了解我。原谅我不知不觉爱上你，白天想你，夜晚又 see you in my dream。谁说一定要谁同意才能和你手牵手环游宇宙？有你世界不单调，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，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了。有你世界不单调，就算是玩着手机学猫在家好喵，不管任何地方有你就会明了。我总不能拖累人家一辈子吧？拜托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疑神疑鬼的？你这不都还没确诊吗？可我体检的时候，大夫也说了，说我体内有乳腺癌的遗传基因。你去的那个体检中心正规吗？他都查出我得过纤维瘤了，还说我的体质可能还会复发。所以你就因为这个拒绝了妮美姐的求婚？丁丁姐怎么回事？之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一样？不会吧，人不会无缘无故的改变的，他是不是经历什么了？能经历什么呀？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。怎么了，哥？你想起什么了？复查，忙着求婚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哦，他是不是以为自己得了病才拒绝你的求婚的？什么病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，不知道是增生还是癌，估计是自己吓唬自己了。那这就说得通了。不过这也太离谱了，也没影的事儿。哎呀，你不懂，病人的心理啊，大多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，这很正常。哎，那既然找到病根了，赶紧去解决吧。是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有点疼。有点疼？我看你最近一直不太舒服，你去医院检查了吗？本来要去的，结果检查的时候碰到什么？哎呀，没事，反正就是没去。哎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你除了疼还有什么其他的症状？你问这个干嘛？你一整形医生。我整形医生，你别忘了，我做整形医生之前，我也在乳腺科待过的。要是我没走，乳腺科一把刀的位置根本轮不上你哥。算了吧，你现在连水果刀都拿不起。啊，我没事儿，等丁丁姐忙完了我就去检查。那行，那你先歇会儿。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除了红烧肉，什么都行。看什么看？还不去做？是。哎呦，你歇会儿，你歇会儿。你只是拒绝了我的求婚，又不是分手。对不起。嗯，这是什么？
我把10年内我们的婚姻里可能发生的事情全都列举了出来。综合来看，我们的婚姻百利而无一害。宁为姐，如果你有什么顾虑的话，也可以加在里面。如果对于我有什么担心，也可以说出来。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。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有问题就要解决，逃避不是办法。这是你说的，对吗？给我个理由。我现在脑子有点乱，我想再想一想。还是这么的英俊。你都练了1个多小时了，你不累吗？就算把胳膊练折了，你这事儿不还没解决吗？病好治，心难治。他应该知道，无论出现任何问题，我都会陪在他身边的。但他还是选择放弃。难道他真的以为，就因为他有病，我就会弃他不管吗？我不这么觉得。我觉得呀，他就是因为知道你不会丢下他不管，所以才选择放手。什么意思啊？假如他真的有病，肯定是你给他治吧，治好了自然皆大欢喜。那要是治不好呢？我一定会治好他的。你说你我都是医生，治得了病，他治不了命，无能为力的事儿见得还少吗？你万一要是没给他治好，你这一辈子肯定会在自责的痛苦中度过。丁丁一定不希望你这样。我觉得他就是因为爱你，才这么选择。虽然有点傻，但是情有可原啊。相信我，他现在一定比你还痛苦。如果你一直上不了手术台，做个情感导师也不错。做什么导师啊？医者不自医，说别人感情说的头头是道，到自己这儿不还是个糊涂账？小璇还是喜欢你的，给他点时间。哎，对了，说起小璇，小璇最近也一直不太舒服，你也带她检查一下。我之前听说了，正好明天一起。歇了这么半天了，赶紧的。练这么大有啥用？来了来了。
带你师母去做个 B 超。哎，结果怎么样？有病，病得不轻。真的是乳腺癌吗？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你是疑心病晚期，没得治。癌症都转移到心脏了吗？那不是更没救了？你是想气死我吗？我没事儿。也不能说完全没事儿，有轻微的乳腺增生，只要注意心情，注意饮食，不要生气，那么3个月之后再过来检查就行了。太好了。你是因为觉得自己得了癌症，所以拒绝了我的求婚吗？是我不对，别生气了。丁丁，我希望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，无论是什么结果，都由我们2个人一起承担，这才是爱人存在的意义，不是吗？我知道了。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你检查完了？对呀，没什么问题嘛。本来就没什么问题，自己吓自己。丁丁姐呢？你结果也出来了吗？就是有点增生，你哥说定期复查就行。哎，我就说嘛，哪那么容易得癌症啊？你的检查报告呢？哦，我的还没出来呢。刚才碰见丁阳，他说他帮我拿过来。哎，丁丁姐，我饿了，我们去吃东西吧。好。哎，这个不错哎。哎，这个也行。哎，还有这个。是我挑还是你挑啊？小姐，你好，麻烦您帮我把这个包起来。这个，这款是我们家配上婚纱的款，来，在这边。好，来这边请。教授，小璇姐的结果出来了，好像不太好。你是说小璇她要和小璇说吗？当然要说。它只不过是肿瘤的形状不太好，恶性的几率会比较高，越早手术越好。只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先是我妈，再接下来又是小璇？哥，小璇。我是得了和咱妈一样的病吗？放心吧，哥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我不怕，我哥是世界上最好的乳腺科医生，我肯定不会有事儿的，你也别担心。哎呦，哭什么呀？来吃冰淇淋。对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高人，他胆子那么小，知道了肯定一惊一乍的，烦死了。好。没事的。没谁能一辈子守到。
啊！这么巧，好久不见了。来喝一个。这里有人了。啊，我就是想在这儿坐一会儿。是你？你怎么一个人没事儿跑到酒吧来喝果汁了呀？喝什么不重要，我只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怎么了？何医生又惹你生气了？那你怎么了？你还喜欢我吗？当然。那要是我得了癌症呢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我得了和我妈一样的病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就今天早上啊，刚查出来的。那你不好好在家待着，你跑到酒吧来干什么呀？难道得了病了就要把原来的生活放弃吗？我才不要。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一个人喝果汁喝得那么有气势的。你还没回答我呢。我要是得了癌症，你还喜欢我吗？我喜不喜欢你，和你得不得癌症没有关系。谢谢你。可是我还是不喜欢你。我也谢谢你的坦诚。哎，高医生呢？他知道这件事情吗？那个老板，我不想让他知道。好。怎么？你是怕他知道了，他不要你啊？不，是我不要他了。我知道他喜欢我了，而且我也相信，他知道我的病之后一定会照顾我。可是我不喜欢这样，就好像是我得了病需要他照顾才和他在一起的。我可以照顾好我自己。就算是要和他在一起，也是等我病好了。我给你打个赌啊。什么？如果他知道你得病了，就算你们不在一起，他也会不顾一切的照顾你。所以你这点小心思，一点用都没有。那我就让他死心。确定了吗？会不会搞错啊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可能性非常大。我觉得还是要提前先告诉你们一下，好歹有个心理准备。我先走了。薇姐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有事的。放心吧，丁姐在天有灵，会保佑他的，小轩不会有事的。放心。小璇，哎，你怎么不回我信息啊？
你怎么这么重的酒味啊？你又跟向医生在这喝酒了吧？我就不明白他有什么好的，你干嘛天天跟他混在一块儿啊？高然，你能不能不要总是干涉我的私生活？我干什么和谁在一起都是我的自由，你和我是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管我？不是姑奶奶，我又怎么着你了？我就是……你说呢？你莫名其妙的出现在我家里，之前我想找你的时候，你都想尽办法躲着我。我现在不想再跟你纠缠了，你又阴魂不散，你什么事都要管我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现在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对，我现在特别讨厌你。我希望你现在立刻马上从我家搬出去，再也不要见到你。怎么开始这一句简单的问候？怎么成为你心里唯一的温柔？我知道所有的情话，没谁能一辈子说到老。时间不会等，谁也不管着谁，爱情从不找不知道的后悔。我只想用尽一生繁华，装点你那荒芜而寂寥的孤岛。何谓前情人不知，愿受最深的伤，你全都不懂，还笑我的痴。所以前情人不知，你理所当然的是我如何节制，爱得太奢侈。是我。高人，你躲那儿干什么呀？吓我一跳。小轩在不在里面？不在啊。不在啊？不在啊？那个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进来说吧。你跟小轩又怎么了？又吵架了？没有，我哪敢跟他吵架呀？昨天他去酒吧，我去找他，一见面就对我一通吼，说什么让我走，我这不是一冲动就走了吗？小璇就是小孩子脾气，尤其他最近遇到点事儿，心情不太好，你就多让着他点。哎呀，我知道，我就是担心他，他最近跟那个向医生走太近了，我就。高医生，你是真心喜欢小璇吗？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？我听韦景提过，如果你真心喜欢小璇，还是早点跟他表白吧，不然错过了时机，可能就来不及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就是提醒你一下。来不及了。我来不，是向医生对不对？那我就知道，小璇是不是喜欢他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肯定是，你不用瞒我，丁丁。昨天他从酒吧一出来，状态就不对，一定是向医生跟他说什么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说曹操到啊！哎，你在哪儿呢？行，等着我啊。咱医院见。走啦，小璇，来，看，哇，哥哥给你做了好吃的。不是吧，哥，早饭而已，这么丰盛啊？最近我一直都在忙，也没有机会可以好好给你做一顿饭。对不起啊。你不会是因为我的病才这样做的吧？这可有点过啦。我不希望因为我生病，你把一切变得特殊，也不希望你把我当病人看。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什么病人。小璇，你一直都是我的好妹妹。做哥哥的，给妹妹做一顿饭，
不过分吧？没毛病。来吃菜。哥哥特意给你做的，你爱吃的肉。来，多吃点啊。来，擦擦嘴。好吃，快吃，不吃一会儿菜都凉了，必须都吃完啊。也吃。别光顾着吃肉，喝点汤。给你炖了好久呢。高医生，你这架势是要去打架呀？打架怎么了？打架怎么了？但打架那是粗人干的事儿，我是来讲道理的。讲道理是吧？行，我听听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小轩打的什么鬼主意，只要我在一天，你绝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我是喜欢小璇，我没有否认过这一点啊。前2天我还向他表白了呢。表白？你跟他表白？他答应了吗？如果他答应我的话，你觉得你还有资格在这里跟我叫嚣吗？我就知道小璇不可能答应你，你那套路骗别人行，小璇不上当。哼！可是我愿意去尝试，不像你，喜欢一个人都不敢跟他说，就像一个跳梁的小丑，只会在一边聒噪。你说谁是跳梁小丑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敢告诉小璇你喜欢他吗？还是你根本就不喜欢他，也不愿意别的男人去接近他的一个渣男？我怎么不敢？我当然喜欢他。那你拿什么证明？我喜欢一个人，我怎么证明啊？我就是喜欢他，我为他什么都愿意做。那如果他得了绝症呢？你才得绝症，你咒谁呢？你信不信我抽你？如果他得了乳腺癌，你还会喜欢他吗？你说什么？小璇得了乳腺癌？他不让我告诉你，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一下。不可能，向前你过分了，这是咱俩之间的事儿，你不能这么咒小璇。高医生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先走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小璇，小璇。哥，你今天不用上班啊？调休了。我都说不用特殊照顾嘛。反正我也有好长时间没有休假了，我还不能休个假陪陪你啊？行，那我们把丁丁姐也叫上，正好我们一起开个 party。我叫她了，她下班就过来。这么看，生病还是有好处的嘛。是不是我今天说什么你都会答应我呀？过来帮我按按脚。别以为你生病了我就不敢打你啊！切，还是小楠楠对我好。小楠楠，亲一个，小楠楠，小璇在吗？请进吧。谁来了？丁丁姐吗？小璇，
赶紧给小璇盛一碗。我来。要不我送进去吧。我来。你要不要也进去？他现在更需要的是爸爸。谁啊？我。门没锁。小璇，爸爸给你熬了鸡汤，也不知道火候怎么样，来，尝一尝。好喝吗？看来爸爸这火候掌握的还不错，我们小璇很喜欢喝嘛。怎么了？烫着了？小时候，我生病你总是给我炖鸡汤喝，我都忘了什么味道。以后啊，想喝鸡汤了，就告诉爸爸，爸爸给你熬。不哭了。我们小璇有爸爸，有哥哥，不会有事的。不会有事的。小璇，手术前一定要多休息，千万不能熬夜。不许吃辛辣刺激的东西。那些蜂蜜啊、豆制品之类的，也不许吃。还有，放心吧，爸，我哥是医生，这些他都会嘱咐我的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这样吧，以后啊，你的1天3餐都由爸爸亲自来送，啊。我和阿姨回去了，维姐，照顾好妹妹。走吧。小璇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小璇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？叔叔，我是认真的，真的。小璇，小璇，小璇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是认真的呀。你走开，神经病！我不想见到你。小璇，小璇，你把门打开好不好？
你得病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了你还过来，不怕我拖累你啊？不怕，有本事你拖累我呀！有本事你拖累我一辈子呀！你拖累我一辈子呀你！可是手术要切掉一个胸啊！你不是喜欢成熟点的吗？我配不上你。什么成熟的？谁说成？那我当时我是故意的呀，小璇。小璇，我喜欢你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。我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是 A 也好，你是 A 减也好，你没有也好，我都要定你了，谁也不能阻止我。呸！你才 A 减呢！但是手术化疗的话会秃，会变得很丑啊。不会，不会秃头，我现在就去剃头。你要秃我陪你一起秃，刀山火海我都会陪着你的，小璇。那舒依然呢？你真的放下他了吗？小璇，其实啊，我以前总拿自己当情圣，但是呢，我却连自己的感情都没看清。哎呀，在很早之前，你就占据了我的心。只是我一直强迫着自己把你当成我的妹妹。你认真的吗？小璇，是。你知道你不理我那些日子，是我最痛苦的日子。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像是，以后你可以打我。你可以骂我，但就是不能不理我。我什么都能忍受，就是不能忍受和你分开。小璇，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，所以这一次，不管你去天涯海角，除非我死了，我绝不放手。小璇，你听到了吗？小璇，小璇，你听到了吗？你，哎，小璇，小璇，哎，疼！咬上你了，你！记住了，这是我们两个的印记。你以后要是违背诺言的话，我就把你这块肉咬下来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今生今世，我绝不违背。你知道我等你这些话等了多久吗？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。可是手术真的会切掉一个胸，很丑啊。不会，我会给你做术后的修复，保证给你做出来世界上最完美的胸。真的？当然。小璇都安排好了吧？住院、手术，所有需要准备的全都安排好了。那就好。小璇和高人在一起了，宁叔叔和你们也都和好了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可咱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。咱们什么问题啊？你拒绝了我的求婚。我那不是……是大猫。喂，大猫，有事吗？你们现在在哪儿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陈勋出事了。老大，你坚持住啊！老大，老大，你坚持住啊！老大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开点儿，让一下啊！老大，你不能进去，不能进去，在外面等。
我没事儿，就是皮外伤。陈寻呢？老大他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在抢救。宁大夫，你是这儿的医生，求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同事把老大给救回来啊！求你了。你先冷静冷静，就算你不说，大夫也会全力救治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大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和紫欣姐求婚啊？等他录完节目回来吧。有乌云盘踞在你的脸，孤单是盖不掉的黑眼圈，撑着伞擦干你晕开的眼线，跟城市的忙碌说再见，出发寻找你的整片蓝天，摘一朵阳光把元气加满点，爱情已来到你的身边，为你特别 Most beautiful， 爱那么新鲜，环游世界，找美丽笑颜，心跳是直觉，别浪费，勇敢热烈。爱那么新鲜，环游世界，你的他就在你身边，为你鲜艳每一天。调味，让回忆没有保存的期限，一杯热咖啡就能聊一整天。